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凯特在韩国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韩国的住房。我来了韩国以后呢，才知道原来韩国人呢大部分是不买房的。之前我真的是没有想到，我身边的邻居，50岁、60岁，他们都不买房，孩子都已经20多岁了，工作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买房。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，你们为什么不买房呢？你们又不是没有钱，对吧？但是不买房在韩国是大多数的情况，这个与我们中国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中国结婚以前肯定要备婚房，对吧？但是在韩国呢，它不一定的，有钱就买，没钱就不买。那我呢也问过我的邻居朋友，你们为什么不买房？他们说很方便啊，我现在租房，我想搬就搬，想走就走。我想换大房子住就大房子住，我没有压力，而且呢，他们说我们没有财产，因为房子也是财产之一，他不用交房产税，也不用交财产税。后来我再打听了，问了一下，原来呢，韩国他们住房呢有2种形式，一种呢是月租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月租就每个月我付那个租金给他就可以了，每个月付租金。第二种呢是可能全世界就韩国有了，它叫年租。年租大家想，我1年把钱付给他就是年租吗？错了，它是这样的，年租呢，他们起码是2年以上，2年啊、5年啊这样的。我把这个钱呢是由房东来定的，房东说你给我3个亿韩币，3个亿韩币就是大概180万人民币左右，你给我3个亿韩币，一次性的给。然后呢，2年以后我就会把钱全部还给你。大家听明白没有？等于是白住，的确是这样的。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奇怪？我付给房东，我给他订了5年的合同，5年以后我3亿韩币还是能够收到，1分钱不用多给他。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呢？的确，这就是比较好的事情，没错。那我们来听一下房东是怎么认为的。房东呢，他拿了这笔钱呢，他很开心了。我指以前，他就会拿这笔钱呢，大多数房东就会拿这笔钱去投资第二个公寓，因为我现在有这个公寓，我租掉，我拿这笔钱3亿韩币再去买第2个房子。现在是2021年，以前我来韩国以前，大概那个时候2015年以前，可以讲韩国除了首都圈以外的房子都是非常便宜的，而且质量也挺好，新造的都非常便宜的。所以那些人呢就去投资，这里投资仁川啊、首尔以外京畿道啊、釜山附近啊，他们去投资是这个用途。你想我问银行借钱还要付利息，现在租客直接把钱给我，我拿这笔钱去投资，所以这是房东非常开心的乐于去做的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房东以前那个时候呢，韩国的银行利息还是可以的，把钱放在银行做一些基本的存款、基础存款，做一些小小的投资啊，债券投资还是能赚到钱的。但是最近呢，韩国的银行的利息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息了。像我有时候存钱可能1000万韩币，1年2年到期以后。算下来人民币才这样300多块，400多元，那我2年真的还不如把钱直接用掉，你说对吧？或者是买东西吃也好过放在银行。那作为房东，他的第3件事情就是拿这笔钱呢，他自己做生意，因为有很多房东呢，他在韩国很多人他都是私人个人经营一些餐厅啊，那个叫什么咖啡店啊，很多的，所以他拿这笔钱可以去装修他自己的店啊，或者作为流动资金可以用啊，这都是房东拿这笔钱的用处。那作为我如果是租客，对吧？那我为什么要去租这个房子？刚才已经讲了，方便，想搬就搬，想走就走，没有利息，不用交房产税这些。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
租客呢，大多数都是很多一部分都是比较年轻的，刚刚毕业的学生，出来工作的一些年轻人。因为呢，你想在首尔圈里边买房子，根本是买不起的，因为在首尔的房子价格非常高的。我也看过很多比较你看得上的房子，基本上都是跟上海的价格差不多了。但总体来，我觉得韩国的房子投资还是有空间的，因为很多虽然不是在首尔圈，但是在旁边的都市啊，两三线城市的很多好的房子、好的开发商，那些房子还是很便宜的，大概200多万、100-200万可以买到比较好的公寓，2房1厅了。所以呢，我回到前面的话题。所以呢，作为年轻人呢，他根本是买不起房子的，所以他只能用全租或者是月租这个形式去租房。那月租呢就更简单了，月租呢一般性是比较短期的租客，短期的，比如一些留学生啊，他不愿意住在学校的宿舍呢，外面租房子啊，那他就是月租型这种情况。刚才讲到在韩国要交那个房产税，这的确是的，在韩国呢交税是非常厉害的。如果你有房子的话，它就属于财产，财产呢要交财产税，财产税里边还要分房产税，而且1年要交2次。7月份还是8月份，7月份、8月份或者8月、9月2次，按照你的财产的金额啊不同，它的价格也不同，税金非常高。除了房产税、财产税、遗产税，还有汽车税。你家如果有汽车，有的家庭他汽车1台，有的家庭有2台，那交的税也是比较高的。你要用税去养这个车，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在韩国基本上赚来的钱都这样花掉的。你说真正存款的家庭很少的，不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存款啊这样的，他们存不了款，因为消费太高了，物业费也高。那这些内容在以后的视频里边，我会跟大家再慢慢的吐槽，大家来比较一下，看看中国和韩国这个生活上，一些这种基本生活上的一些差异有没有不同？有的呢，挺好的，挺人性化的；有的还是我觉得中国好。那我们这个话题以后再谈。好啦，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一聊韩国的这个住房的一个形式。如果你想了解韩国的一些什么内容的话呢，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问我，我会选择比较多的提问来做一个视频分享给大家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讨论的内容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们支持凯特在韩国频道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